都说爱笑的男孩运气不会差，但是最近的格拉西莫夫恐怕是笑不出来了。因为自他8月初前往扎波罗热南部战线视察后，乌军在8月11号又一次集结了重兵，不到2天的时间便收复了南线战场的重要据点乌罗扎因。为什么这次乌军的行动如此迅速？拿下这处据点又会对乌军后续反攻行动起到什么作用呢？解答第一个问题前，咱们先来聊聊本次乌军拿下的乌罗扎因。从俄军的战线部署来看，乌罗扎因与7月28号被乌军收复的旧马约尔斯克一样，属于顿巴斯南部俄军第一道防线的防御中心之一。这2处据点位于莫克里亚里克河谷中部的谷地中央，向南2公里是俄军第一道核心防线斯塔罗姆利尼夫卡，向西是河谷附近的高地群腹地，向东则是俄军防线之间的空档结合部。而且乌罗扎因横跨了扎波罗热中部区域最主要的 TO518 高速公路，距离马里乌波尔仅有不到100公里。根据乌军的反攻计划，未来想要占领或者切断俄军通往克里米亚的路桥，马里乌波尔是非常关键的区域。而想要对马里乌波尔发动大规模进攻，走铺装路面无疑是最快的。因此，旧马约尔斯克和乌罗扎因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乌军调集重兵，不到2天时间就拿下了乌罗扎因呢？有关本次乌军为什么会打得这么快，大兵认为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负责进攻此地的乌军各方面优势太大了，不打的话太亏了。首先是战斗力问题，在7月28号，乌军第35海军陆战旅在收复了旧马约尔斯克之后由于防御旧马约尔斯克的俄第247近卫空中突击团已经被击溃了，所以俄军不得不将从远东地区调来的野战部队直接投入了前线。根据大兵查到的资料显示，负责防御乌罗扎因的是俄第36集团军部分野战部队和顿涅茨克维持会和平军部队。其中第36集团军就是前不久俄罗斯紧急从远东地区调来的部队之一。由于部队是9输战阵，其战斗力自然堪忧。而顿涅茨克维持会和平军部队则相当于地方民兵部队。综合来看2支俄守军对比之前的 VDV， 整体质量是稍微差了一些。当然，俄军换防后乌军第一时间并没有发现，在7月28号只派遣了第35海军陆战旅向东侧的乌罗扎因进行小范围的穿插包围，目的是渗透到该区域俄军阵地的侧翼，为后续进攻做提前准备。可能俄军换防部队在阵地上的表现不够老练，被乌军发现了。处于战线后方的海军陆战队的第36、37旅及第68列兵旅，以及第4坦克旅、第31机械化旅和第46空中机动旅迅速完成休整后，便开始向乌罗扎因发起炮火打击。由于此前乌军在收复旧马约尔斯克前也炸了不少乌罗扎因附近的俄军阵地，因此换防的俄守军只能选择后撤，否则同样面临被全歼。其次乌军能2天打下乌罗扎因，也有进攻战术变更的原因。从战线图上看，乌军在7月底已经从北部、西部和东部3个方向对乌罗扎因形成了包围之势。虽然当时俄军还控制着该据点的南部和西部部分区域，但是这条不足16公里的战线，乌军共集结了7个旅的兵力，因此他们轻松击退了俄军的多轮反击，迅速在新阵地上站稳了脚跟。之后，乌军开始全面提升重火力的打击力度。根据大兵查到的资料显示，乌军在此地优先杀伤俄军炮兵阵地。位于大诺沃希尔卡的后方乌军炮兵旅共集结了600多门的火炮，使用已经到货的集束弹药对后方的俄军炮兵阵地发起了密集打击。少量的火箭炮也在对俄军的炮兵阵地进行定点猎杀。600多门火炮密集打击，以及海马斯被投入50公里宽度的战线，其火力密度是可想而知的。而外围除了火炮等远程打击，乌罗扎因外围的乌军部队为了砸开俄军防线，同样也使用了大量的迫击炮猛轰俄军阵地。有朋友可能不知道视频中乌军士兵在炮弹尾部捆绑的白色带子是什么？那其实是迫击炮的附加药包，为的是提高膛压，增加迫击炮的射程。具体原理，大兵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都知道，迫击炮的基础药包呢内置在炮弹的尾管中，由于装药固定不变，因此即便发射手打出了最优抛物线，其射程呢也不会有太多提升。而想要提高迫击炮的射程，就前面视频中乌军士兵在炮弹尾部加装的附加药包。这种药包呢大多是 U 型固体，有的则是用简易的袋子随便装一下，使用时包裹附挂在炮弹尾翼四周，可以根据需要添加或者减少药包的数量。其原理呢是附加药包的点燃依靠的是迫击炮弹尾管上的传火孔，当基本装药被点燃后，火炮气体通过传火孔喷射出来，点燃附加药包，从而提高膛压，增加迫击炮的射程。其实类似的小知识俄乌战场上还有很多，改天给各位出一期合集，这里咱就不多聊了。除了兵力和重火力装备的优势呢，乌军本次反攻乌罗扎因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大量使用了特种作战大范围穿插战术。例如11到12号的进攻行动中，乌军每天出动15到20辆装甲车，分批运送100余人，向俄军阵地发起攻击。根据流出的视频资料显示，当时乌军第3特种作战团负责从乌罗扎因的西部攻入据点中心位置，第68列兵旅则从村庄北侧向据点内部推进。俄军无奈退守西南方向，继续和乌军交火。为了避免己方突击小队出现伤亡，乌军还在村落的北部大量了使用 FPV 自杀无人机，对据点外部俄军的装甲车和士兵进行重点打击，逼迫其只能撤退到据点南侧的建立防线。另外呢，为了进一步消磨俄军的战斗力，乌军在其补给线上通过火力编制一个禁区，通过无人机进行24小时的监视，随时呼叫远程打击，对其补给线进行火力覆盖。有消息称，10号开始，乌军对俄军向前线运送补给的装备和人员发起的打击相当密集，最终促使乌罗扎因的俄守军因缺乏补给而仓皇撤离。最后，乌军夺取乌罗扎因，还罕见地出动了空中力量。根据8月11号乌军第129国土防卫旅发布的视频显示，当天负责确认打击精度和评估打击效果的空中侦察部队，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了 GDAM 炸毁俄军掩体的画面。总而言之乌军的优势在我，且凶猛的进攻让防守的俄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以至于部分俄军阵地被乌军包围并失去了联系。根据乌克兰国防部8月13号公布的2段视频显示，部分俄守军被赶出乌罗扎因后，只能狼狈地逃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俄军成群结队地沿着 T0518 公路向赞维特内和旧莫利尼夫卡方向逃跑，期间呢，并没有步兵战车或者运兵车等装甲载具来接应他们。当然，即便是来了，也是白来，因为视频的后半段显示，乌军无人机发现这一情况，随即呼叫了炮兵火力覆盖。毫无疑问 ，TO518 公路成为了新的死亡公路。对此，俄军高层也承认，在乌罗扎因前线的俄军遭受了很高的伤亡，具体原因却含糊其辞。不过他们不说，不代表能瞒住。目前呢，有关乌罗扎因失守有2个解释，大兵认为还算是比较详实的。第一个呢是说，俄国防部从远东地区调来驻守乌罗扎因的俄军第36集团军部分部队缺乏保卫意识，同时被受命支援乌罗扎因的俄军第37独立近卫摩托化步兵旅也公然抗命，理由是他们的坦克无法对抗乌军，一旦前往支援，便会立刻被乌军的各类精确制导弹药摧毁。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出击支援乌罗扎因是不明智的。最后呢，咱们再来分析分析，俄军会不会及时找回场子，乌军会不会继续推进。咱们先说短的吧。可以肯定的是，乌军稳定乌罗扎因后，下一个重点进攻向南4公里的斯塔罗米利诺夫卡，并继续向南再挺进30到40公里，收复东南方向的扎哈罗夫卡。其中呢，斯塔罗米利诺夫卡是通往马里乌波尔的最后一个堡垒了，向西可以协助攻击托克马克，之后再挺进30到40公里，收复扎哈罗夫卡则是为了马里乌波尔。考虑到乌军本轮反攻的速度远远无法跟去年的哈尔科夫大反攻相比，而且夏季即将结束，秋季即将到来，莫克里亚河沿岸一带会再次进入到翻江期，所以乌军在反攻时间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今年呢恐怕不会准备对马里乌波尔动手。那么为什么大兵会说乌军会再挺进收复扎哈罗夫卡呢？
这是因为这个位置马里乌波尔和比尔江斯克将完全暴露在乌军的海马斯和 M270 多管火箭炮系统的射程下，即便不打，乌军也可以对这2座城市实施大规模火力覆盖，并且打击俄军纵深补给线路和弹药仓库，为明年的反攻争取更为有利的态势。至于俄罗斯那边，如果按照之前的惯例来讲，俄军在丢掉乌罗扎因这个战略要地后，很大概率会组织兵力重新发动反击，甚至可能会调配空天军的支援来协助完成。不过就目前的状况下，俄军是否会组织反击行动还很难说。毕竟沿线一带的俄守军看到乌军重火力洗地的攻势，说不会被吓破胆，那就是骗人的。苟住或许还能回家吃个团圆饭，玩命那可就真的回不去了。当然，这不仅仅是缺乏战斗意志的问题，更多的还是俄军缺乏足够的资源。如果发动反击没能达到目的，那么就只会白白造成损失。例如，俄军在巴赫穆特等地的一系列反击均以失败告终，消耗了为数不多的机动兵力，这导致俄高层迫切希望尽快展开新一轮动员。对此，克里姆林宫始终没能下定决心，只能通过一些热身动作来试探国内民众对此的态度。例如7月19号，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通过了一项法律，统一将预备役军人的年龄上限提高了5岁。经过这调整后呢，俄罗斯普通士兵的预备役年龄上限从35提高到了40，将拥有校级军官军衔及以上公民的预备役年龄上限则从60岁提高到了65岁。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只是对于预备役年龄的调整，而关于正式兵役的征兵年龄，其实呢，俄罗斯也调整过好几次。最近的一次是在7月28号，当时俄国家杜马通过一项法律草案，将原来的征兵年龄段由18至27岁调整为18到30岁，从2024年1月1号起生效。根据这2次调整，不难看出，俄罗斯对征兵年龄是进行调整，其下限还是有的，都是18岁，但征兵年龄上限却提高了3岁，升至了30岁。说白了，将征兵年龄的上限提高到30岁，无非就是俄罗斯想扩大兵员范围，进一步扩充俄军部队的数量。之所以会定在2024年1月1号生效，无非也就是观望一下民众对这一政策的看法。当然，现阶段俄罗斯无论是对预备役还是对正式兵役的年龄进行调整等等一系列的挤牙膏式的热身动作，或者考虑要不要启动新一轮动员，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俄军前线的疲态问题。毕竟以目前俄罗斯国内的情况来看，他们的财政压力非常大。在俄乌没开打之前，俄罗斯的经济状况谈不上好，当然也谈不上差。可这一切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就发生了巨大改变，尤其是在西方全面的制裁下，俄罗斯财政的2大经济支柱石油和天然气的收入就几近腰斩，和冲突爆发前相比，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根据8月14号的汇率，卢布对美元已经跌破了100大关，100卢布才勉强能兑换1美元。看这个势头似乎还会持续下跌。另外，从今年6月24号，瓦格纳正朝着莫斯科狂奔的那一天，俄罗斯加密货币交易量达到了平时的30倍。说俄罗斯人不担心手头的卢布变成废纸，那是假的。货币持续贬值，通胀也会越来越严重。说个比较现实的，去年9月的局部动员中，有很多俄罗斯公民是为了钱才走上战场的。一些偏远地区的俄罗斯人更是把当兵上战场当成了一种赚钱的行当。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俄罗斯启动新一轮的动员，那么就意味着要掏出更多的资金来处理补贴问题。以目前俄罗斯的财政窘况来说呢，能否提供新一轮动员兵满意的补贴数字，恐怕都是一个问题。其次呢，则是俄罗斯的工业额不足。这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还是以俄罗斯去年9月的动员来为例，当时响应动员令的士兵不算少，但俄高层并没有考虑到武器短缺、前线弹药不足等问题，导致很多士兵都抱怨拿不到包括防弹衣和头盔等在内的保命装备，以至于部分地区甚至一些金融机构向动员兵提供动员贷款，给他们提供资金自购战斗装备，等政府补贴到账后再还回去。而这一切呢，就是因为没能处理好后勤问题。至于民众的应激情绪，那些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大兵这里就不多聊了。总之还是那句话，有钱才能玩战争，没钱真的就算了吧。各位朋友认为俄军会不会调集更多的资源来找回乌罗扎因的场子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